Hello，大家好，我们是大叔中文。哇，这个前面还是一点变化都没有。要什么变化？不齐。大叔最棒的优点就是大家喜欢我们的这个开头，开场白永远不齐。开场白。那今天我们邀请到老朋友啦，佩佩老师，欢迎。看我眼睛放光，就是一年一度，对吧？一年一度就是一年一度不行，次数太少了，以后要1个月1度。这个那学生光看到我会不会烦呢？不会。这个我们今天邀请佩佩老师呢，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哦。那我们先问一下Ben叔好了，Ben叔你为什么这么突然突然有灵感？诶，佩佩，我要找佩佩。为什么呢？为什么是做了一个梦吗？还是怎么样啊？没有啊，梦到佩佩。我怎么突然忘了？好像是我跟佩佩在小红书突然我开了个小红书账号，然后佩佩过来留言，然后我就是哎呀，好久没跟佩佩聊天了，就不知道他最近近况怎么样，然后就很随意的我们就约了。对，大叔就是随意。好，那佩佩老师也不用自我介绍了，同学们对你很熟悉了。我们今天就要聊一个很重要的话题。现在不管是我们老师跟学生，在学习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非常棒的工具，就是 AI， 对不对？ ChatGPT。那我相信很多同学，包括我们老师，都在利用这个工具准备材料或者是学习语言啊。那佩佩老师，听说你最近在 AI 上的教学有极大的突破，还有很不错的利用，对不对？可不可以讲一下这个状况？突破算不上吧，就是比较喜欢自己研究一下这方面，然后去网上学一学呀，自己实践一下呀，自己动手做一做呀，就感觉挺好玩的。因为本身我也不是学计算机出身，其实一点技术背景都没有，对吧？你说你真的让我去写代码什么的，我也不会。但是现在因为 AI 它发展到了这个阶段，已经就是对于普通人来说也是很容易上手的。然后这个后面一会儿我会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就是大家如果对这个方面感兴趣，或者已经可能有一些我们的观众，对吧？我们的学生没准也是这个行业的，或者对 AI 感兴趣，大家也可以一起探讨一下，一起聊一聊这个话题，因为它对我们学习中文，包括学习其他语言来说，其实都是一个很高效的工具，但关键是你怎么利用好它。对，我现在觉得大部分的学生如果在学中文利用 AI 可能就是直接问他语法点，直接问他词汇的意思，大概这个是最基础的 AI 利用。但是我相信各位观众应该很好奇，中文老师们到底是怎么用 AI 的那我们先野人献曝一下。Ben叔你是怎么用野人献曝Ben叔你是怎么用 AI？ 如果你平常我觉得我还算是一个 AI 小白，我其实只用这个 ChatGPT 因为有那么多工具，然后我没有时间去一个一个学习，所以就只用了这个最便捷的嘛 ChatGPT。那在我的课，我是想做那种不是照本宣科的老师，不是那种很容易替代的老师，所以我课上我准备的材料都是针对那个学生的需求设计的这个比较个性化的课程。那一边上课的时候，你就会可能要写很多，或者是打很多，打字打很多。然后下课的时候，我会把这些我们上课写的笔记，会让 AI 去把那个拼音啊或者翻译啊都补全。然后就是因为我上课的时候一般是就是可理解性输入嘛，然后后面会让学生完成一个终极的任务，去写一个故事。那我会让 AI 把这个故事再润色一下，然后同时再出一个比他的水平更高阶的一个版本，就是让学生就是首先他有一个自己的输出的内容，另外我再给他一个更标准的一个内容，然后所以他可以就是很快的就是他在学到自己的输出的内容之外，还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所以这个会极大的提高我针对每个学生的这个准备这个无论是他的课件，还是说他
它的这个笔记的一个很高效的一个生成的一个过程。就 AI，我用 AI 就是主要是做这些，帮助就是每个学生更快的准备好他们的材料，不然的话太累了，自己去就是更一页一页快的帮你准备，更快的帮对对你准备材料吧。好，是的我们听完变数的就知道，变数用的是 ChatGPT 最低阶的功能，对，所以所以我必须第一个说，一点创意都没有。我安排你们讲话是有原因的。我们来听听中高阶的水准的教师怎么用啊？来，灿叔你怎么用？对，你我感觉我也怎么用就是比 AI 笨叔好一点点啊，就是基本上可能也是你我有一段生成图片是吗？对，老我师们还有生成图呢。对啊，我有一段时间很迷 AI，我就是把市面上能用的都用过，都尝试过。哦， ChatGPT 我用过，Grok 我也用过，国内 DeepSeek 啊我都用过。然后最近我其实用的比较多是 Gemini，我觉得最好用。最近那个我觉得那个比较好用。Google 的那个，我觉得用的比较多。其实做视频可能我们都会用到嘛，比如说标题啊、描述啊这种东西，还有翻译啊等等，这些是最基础的东西。我觉得前一段时间就是和茶叔做的大叔小站里面，我们用的比较多。首先生成这个封面，对吧？这是比较基础的。后面就是我们当时那个有一个分级读物，本来是做电子书的，后来把它集成到这个我们的网上了，然后我们的网页上就是做成了一个可以学习的东西，就是有对照的，然后有音频的，然后后面还有类似于这种 Duolingo 一样可以这种做题目的，都集成在这个网页上。当时就是调试了很久，最终生成一个代码模板，然后每次往里套就行了。这个就是我做过最高端的 AI，然后我就觉得哇，好了不起，可以了，可以不用做了。后面其实用的比较少，我平常用的最多的可能是自己用来看书。我学外语的时候，就是比如我在学法语的时候，一段一段扔进去，给它来个对照，也重点词汇，我就一段段看嘛。然后还有一些这个文化讲解，你就是感觉很轻松。以前的话要一个个字去查，很麻烦的，在一段段看就特别轻松啊。我觉得主要是这个比笨叔好那么一点点啊。茶叔你呢？我基本上就像灿叔说的，我之前跟灿叔一起做大叔小站嘛，我们做那个读物最主要我是用豆包，因为豆包生成图真的是很方便。然后而且我做，因为我在我的频道也有做故事，所以我那个图是要一系列的，那个角色是要一致性的。对，每次我们做大叔会员视频，就是茶叔拿出来各种各样奇怪的图。对，那个图就是他的角色情境比较一致，那豆包做得到。以前我们如果自己弄这些东西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可能要雇一个美工人员才有办法。现在真的有 AI 是非常方便，他帮你做图。那故事的话，基本上你也可以请 AI，像我故事也是行，我大概有一个概念，角色是什么，情节是什么，然后丢给 AI，他就帮你做一个很完整的图。那自己再用自己的想法去修改或增修就可以了。所以我大概就是平常做材料，其实在我的电脑桌面上有5到6个 prompt， 所以我每一次要做什么的时候，我就直接把那个 prompt 丢进去，所以我要的东西就是一次就到位了。所以我几乎现在所有的东西都必须跟 AI 结合。今天做什么项目的时候，把那个项目的 prompt 丢进去，那这个它内容很快出来，我再继续做编修，其实东西很快就出来了。我觉得这个 AI 对我最大的功用就是节省我非常多时间，因为这个我如果一个人做，可能要做4-5个小时，但是 AI 的帮助下，我可能只需要1个小时就完成了，所以节省我很多时间。然后我最近因为在投资加密货币嘛，我也用 AI 帮我投资加密货币，对。怎么？因为果然高阶的来了。对，因为这个很多人都会去看很多市场的消息，我觉得那个是多余的。你就问 AI，我应该买哪一个？是吗？不是 AI 会帮你分析牛市、熊市它的时期，它会根据以前的经验帮你做分析，然后我再告诉他，像比如说现在熊市快到了，我应该怎么投资？他会建议我很多不同的投资模型，那我就再加上我本身的认知去做修改，所以我基本上我一定是做长期投资。那 AI 会给我一个非常典型，它会依照以前的市场起伏的这个经验，然后给我一些建议，还有投资的方法。所以我现在觉得，其实用 AI 投资
是一个最棒的方式，因为其实投资如果你跟着人性走，你一定会赔钱，但是跟着机器走，你反而能够坚持到底。所以我现在都觉得 AI 会比市场上各式各样的消息更有用。对，所以我现在都是用AI 帮我投资，所以也很方便。对，好，那我们这个低阶的，我们3位低阶的已经讲完了。我们听听看看佩佩老师最近利用 AI 创作一些中文教学材料啦，或者是整理一些社交媒体的内容啦，这怎么样去整合我们小巫见大巫的时刻到了。对，小白见大。没有啊，我觉得大家也都利用 AI 做一些，反正能服务于自己就好嘛。不管是参数做你们的小站啊，对吧？刚才好像也提到说让他写代码啊，做个链接什么的，这个其实就已经不是最初阶的了，对吧？因为你真的已经做出来一个落地的东西了。然后茶叔也利用 AI 投资啊什么的，对吧？这个就是能服务到我们就好，就是也不一定说我得玩到多么高阶，我得成为一个什么高手，对吧？不用。那我对这个比较感兴趣，就是因为你们可能知道，我一直以来我教学上都是自己做材料，对吧？我的教学就不管从初级到高级，所有的材料都是我自己准备整理，然后我就回想我过去几年就是做材料的整个过程，就是没有 AI 和有 AI 以后的这个变化我就觉得哇，真的好像就感觉就是从 AI 出来，就是 ChatGPT 刚出来的时候，就可能让他给我一些思路啊，让他帮我整理，对吧？生成词汇表，然后帮我去加拼音，什么加注释，然后一些词汇语法的解释什么的，对吧？这个就是最基础的。然后到现在，可能我整理出了我的一个工作流，然后有了这个工作流以后，对，大家可以学一下这些 keywords 啊，就是中文里面怎么去形容跟 AI 有关的一些词汇。你看，这个是那个职业病，工作流就是 workflow， 就是我觉得不管是我们学中文还是工作，这个工作流你如果能理清的话，就是 AI 是能非常帮你高效去完成的。然后工作流以外的话，那现在又出现一个什么呢？就是 AI agent， 就是翻译成中文叫智能体。AI 智能体，这个智能体它就是可以调用不同的模块，就比如说最开始我们用大模型，包括现在像 ChatGPT 和 Gemini， 它其实最基础的还是这种自然语言，对吧？大模型，然后就是这种问答式的，你问他回答，你问他回答。那 AI agent 的话，它就是不同的模块，比如说生图，然后音频、视频，然后给你整合这个语言，对吧？文字。它把这些所有的调用在一起，你只要你的工作流是顺的，你在你的这个 agent 里面，你给它一个指令下去，它所有这些就一次性给你做好了，你就不用再去我这个可能要用 Gemini， 我这个要用 Nano Banana， 我这个还要用什么那个视频的AI， 对吧？它就是在 agent 里面，它就全都给你，就不用管它了，你就丢给它。但是这个搭建 agent 现在有很多搭建 agent 就是智能体的这些工具，国内的也有，然后国外的也有，就是我现在也在尝试一些，然后再加上现在 Gemini 它不是刚更新了嘛，然后ChatGPT 前2天也更新了，但是我最近也是用 Gemini 用的多一点。Gemini 现在的就是功能很强大了，它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它有不同的模块，就它都是自己的，对吧？当然 Banana 生图现在很厉害，然后它也可以做视频，然后它也可以就是它的 Gemini 就是写代码呀什么的，你让它现在帮你就是直接做一个网页，你只要用自然语言给它描述，它就把网页给你做出来了。对，所以这个就是我现在用到我的教学当中，首先是做材料的时候，我会用到 AI， 然后我是有一个工作流，整个工作流出来之后，它就是按照我的思路，整个呈现出来就是我要的样子。当然这个中间它调试过很多次啊，就比如说我一开始可能就只是一个文本的东西，它出来以后有比如说对话或者文章，然后词汇的这个格式，对吧？然后下面的语言点的解释，然后语言点解释的格式要包括哪些点，你不
只是给我一个解释，你需要给我它的语义、语用，然后常见搭配，然后它的例句还要搭配拼音和英文翻译，对吧？然后下面还要生成练习题，练习题我需要你有什么样的类型的练习题，然后这些都是我跟 AI 这些交互的过程中去修改，然后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工作流。那现在只要我给他一个我的指示，比如说我想一个什么样的话题，什么样的难度。然后它就能很快的帮我按照我的这个思路生成一个这样的材料，然后生成好以后，当然我人工还要再校对一下，因为有的时候它选取的词汇或者语言点不全，或者是不符合这个水平，对吧？那作为老师，那我就是人工要去校对一下，但是它就是会非常的节省时间以及提高效率。你像我以前没有 AI 的时候，就是完全得就是要么自己写。要么就是找材料，然后再在那个材料的基础上改，然后自己一个一个把词汇挑出来，然后把语言点挑出来，然后自己加注释。哇，那个时候做一个材料真的好久好久，好费时。对，等于说现在你做完这个你自己先有这个工作流以后，你现在想到一个话题，然后你找到这个文本，然后再给 AI 指令，然后马上所有的东西一下就生成出来了。对，然后它现在又有一个进步是什么呢？就是以前就是文本，对吧？我弄出来之后，我可能就是导到 Word 里面也好，然后后来我用 Notion 或者用 Markdown 形式的这种，它就是直接那个格式看起来会更好看一点。然后现在呢，因为用 Gemini 的话，你就可以做成一个互动式的网页。这种互动式的网页，它呈现出来，它甚至会有一些交互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下，我就是我这个已经用 AI 做出来的一个小的展示啊。比如说它这个其实是我以前已经做好的一个材料，但是它就是一个文本，它就是大家就可以想象，你打开它可能就是一个 PDF，但是现在呢，我用 Gemini 做出来了一个交互式的网页。然后这里我只要点一下，对它这里，对这些都是可以看的然后而且你看它的整个设计，当然我是把我的想呈现的感觉告诉他了，比如说是什么风格的，比如说我要它哪里高亮，我要它高亮的时候，我点一下它出来的这个注释上面包含什么这些都是我给它的指示。就是我觉得现在你要用好 AI，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技能，就是你的 prompt 怎么说，你的 prompt 一定要非常准确、清晰以及详细，你不能给它一个特别模糊的东西。就是越详细越好，就是你要能把你脑子里想到的、你想看到的样子，你要能用你的语言描述出来。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也有点有意思，因为你像我们是中文老师嘛，我们是跟语言打交道的，对吧？所以作为中文老师，我们自己有没有这样的能力，能跟机器，对吧？我们把我们的话能不能表达清楚？然后上面这个就是这个文本，然后下面是这些词汇，然后这块其实我调试了一下，一开始不是这样的，一开始它没呈现的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但是没关系，就是就是现在慢慢你跟 AI 你可以跟 AI 做的事情，就是它如果第一次、第二次给你呈现出来的不是你想要的样子，没关系，你再跟他说，你就说我要的这个部分想要的样子是什么，请帮我修改，巴拉巴拉巴拉，你就跟他说，然后你点背面翻页了对，然后是一个常用的搭配，所以这点当时我做的时候。又给我一个什么启发呢？就是说，这个你别看它是就是一个词汇卡片，对吧？但其实作为老师，你要知道什么是很重要的，就是说这个词不能只是词，它还要有一个常见的搭配，就是怎么用它，对吧？常见的搭配。但这里其实我还想再完善一下，因为在我本来的文本里面，其实这个搭配是2到3个的。但是它这里它一个就只是给了我只给了我一个，所以我就想让它再给我补充上2到3个，对，然后但是这块格式可能就会有变一下，因为如果你2、3个，可能这个卡片的这个大小尺寸它有点放不下，对，但这个没关系，它自己会修改它的代码的，
好，然后对这些就是词汇，然后下面呢就是这个语法点，所以然后我也很喜欢他给我设计的这个风格，就看那个颜色很清新的，然后就是整体上的这些不管是它的字体啊，然后它的这个颜色样式啊，我就觉得哎看上去就好看，就不像一个大白板，对吧？就是一个文字白纸黑字，这样就看上去还有点交互的那个效果。对啊，因为佩佩，我打断一下，因为很多人是听我们的播客，所以就大概我们就是文字描述一下，就是佩佩展示这个页面里边都是这个 AI 生成的重点的词汇和重点的语法，现在有练习，对不对？对，然后练习也是它也是可以生成不同类型的练习，让你去选择，对，然后这样子选。对，然后因为这几个没选，所以这个是用 Gemini 去做的吗？对，用 Gemini 做的，到时候你会就是校对一下，看这个词是不是你想用的，对吧？可以换别的词，你觉得对学生更有用的。这个已经是因为我已经有就是做好的材料了，它所有用的都已经是我做好的材料里面的了，所以基本就是相当于已经是我修改过的东西，我给他的。就是它内容上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只是说它呈现出来那个样子是不是我想要的，这块是可以改的。对，内容上还是内容它没有办法它自己生成，因为我给它指令了，我说你要按照我材料里的内容，对，那你这个还没放到网页上是吗？这个其实是直接可以发给学生，他们打开就能看的。我知道那种就是直接是一个网页，他们打开可以用，但是不是集成在你自己的网页上、网站上，对不对？对，我还没有放呢，因为我这是一套东西嘛。我现在只是做出来一些我近期上课要用的，但是因为我材料太多了，我得把它都整理出来。就是可能几十个、上百个这样的材料，我得把它都弄出来以后才能再放在我的网。但是这个做成一套，对，但是这个其实没有太大的技术上的难度了，就是只要你前面这个跑通了，虽然它这个就是佩佩老师，你这个已经是个模型都做好了，所以你只要以后只要把自己的材料丢进去，它就自动会做成这样的一个东西。对，那佩佩你可以做企业家了，你可以把这个模型这么 AI 给你做会员制，按月这个材料已经很多了，对不对？把模型卖给中文老师，然后每个月付费才可以使用你的这个模型。这个真的，这个比如说这个模型，然后很多老师自己都有材料了，所以自己的材料丢进去，就可以变成这样的东西，对。佩佩说每个月给我钱，很有吸引力耶，很有吸引力。这个对，我也是一步步来嘛。我现在是自己差不多前端的这块跑通了，然后如果我也看一看，因为在小红书上，对吧？包括在 Instagram 上，如果就因为是两方的学生和中文老师，就看一下大家的需求嘛。如果大家真的觉得这个东西，挺好用的，就感觉自己也想用的话，那我当然可以把它整理出来。对。佩佩老师解释一下什么叫前端？你刚才说把前端跑通了。前端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你们现在能看到的这个。但是呢，后端就是比如说需要有用户数据留存的。就比如说我现在如果我增加一个功能，说我在旁边我要写我的笔记，或者说我增加一个功能，好，我要把这个词存到我的那个收藏夹里，这块就涉及到用户数据的留存了。那这个就需要后端的代码，就是现在不管是 Cloud 还是Google AI Studio 就是 Gemini，他们能做的就是前端的这个展示，它能给你很快的就是验证一下，对，就比如说我前端看到的这些，但是你要有一些数据的留存的话，它是没有办法帮你做的。这块就要么你可能要自己学一下怎么把它部署，因为你真正把它落地，让不是指你自己用，或者是你只跟你个别的学生用，你想把它就是变成一个真正的落地的产品，让大家都能注册，对吧？登录用的话，那这块是需要你要部署到服务器上，你需要部署在服务器上。
对，然后你需要后端的代码，你总得有个登录的一个页面呀，你那个用户怎么进去呢？会员的啦，然后会员自己要储存的字词啊，那个都要有空间去放，对不对？对对对，那个需要后端的，那后端就涉及到代码了。那佩佩老师，你怎么解决这个代码的问题？你会编程吗？就现在有一些就是它可以，就像这种比较简单的东西，你是可以用一些工具直接部署的，但是我觉得我也不太自己想花那么多时间研究这个，因为我觉得我只要前端能呈现出来我要的方式，后端你可以给专业的人去帮你对，因为调，我有朋友他们是程序员嘛，我最近也在跟他们聊这个事情，因为我还做了另外的一个小的项目，然后其实就是我之前的那个电视剧学中文对那个课对，因为以前是放在 Notion 里，它还是说相当于是一个文本加视频，它没有办法真正做到那种交互，对吧？你还得是自己看，然后自己去点视频，然后什么的，但是我现在就是做出来一个所谓交互，就是那个就是可以在上面做题，是不是？对，你可以点一下呀。比如说，你说你在 Notion 上怎么能有这样的功能呢？比如说我现在，对吧？我现在我就想听中间那一句，我要反复听。那你在 Notion 上，你只能自己到那儿再拽回去，然后再拽回去。那我现在我可以在这选 point A point B，然后我就循环这一句，循环这一句。对，然后包括这里像这个，我这个拼音，我给它不要了。对吧？然后我现在只看中文，对，然后这里我还加了个功能，就是你可以录音，你听一句，然后录音，然后你是真的，我试过了，这个现在是可以的，你录一句，然后你能听到你自己的声音，然后就对比跟他对比，对，然后这种就是你更能突出就是有输出的这一部分，因为往往我们学中文的时候，很多都是在看在听。但如果没有一个真人老师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做到输出这一步的。但是现在利用 AI，其实你可以做到这一步，只是很多不管是学生还是老师，他们还没有真正用好 AI 做到输出这一步。对，然后包括像现在下面这个其实可能听不到声音啊，因为我现在戴着耳机，所以就大概看一下这个效果。就是我们一边看视频，然后他就跟着那个跟着走，文字对就会跟着走，对，然后下面我也是把所有的这些一些重要的词汇对，然后这块我可能还会再调整一下，然后再多增加一些交互的东西，比如说这块我要增加那个可以保存，对吧？可以把这个词存下来因为以前在 Notion 上你是没有办法，你就只能 copy paste 到你自己的一个文件里面。但是这块如果我在这增加一个保存词汇，我可以就是保存下来。那比如我还可以再增加一个什么功能，就是我在这块增加一个那种什么 AI 小助手，就是它实时的就可以，我就根据我现在比如说就这个预算，对吧？我想知道这个预算怎么用。我就问我这个 AI 小助手，那其实这块就是一个你可以接Gemini 也好 ChatGPT 的也好，接他们的 API， 对吧？你就直接可以就是调用他们的这个大模型，然后就是可以就这个材料里面的任何的内容去问问题。这些其实现在 AI 都是可以实现的。哇，所以现在就用 AI 的技术，你现在更优化了以前的材料了，对不对？对，哇，真的是做的好精致太棒了。对，我是觉得我不会被 AI 取代，但是我会被会 AI 的你会被佩佩老师取代，你会被佩佩取代，对，跟着我干吧。对，如果抱大腿取代，不如就加入。对，打不过就加入是吧？对，打不过就加入。所以佩佩老师，你现在正在用 AI 去优化自己的材料，或者用它的模型来输入自己本来的材料，对不对？那你会希望学生你会希望学生怎么去运用这些东西呢？对，就学生的话，就是我更多的是希望他们自己学习的时候
可能就是能用到 AI 去帮他们更高效的练习，而不只是说我让他而已。对，我让他给我翻译一句话，对吧？我让他给我解释一下这2个词有什么不同，这只是完成了第一步，你的第2步还没有完成，你的第2步就是当你知道这个含义或者是这2个词的差异以后，你还要再去巩固，你还要再自己去输出，就后面这2步，我觉得是很多人还没有做到的。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跟你们的学生聊过 AI 的事，就是他们用不用 AI 或者他们怎么用 AI。我的学生反正跟我说的就是我就是问他一些问题，或者让他帮我，顶多是改一下他们自己写的句子，或者是翻译一下。对，所以可能就是学生们最多的，我觉得可能也就是用 ChatGPT 去问一些这些问题。其实可能包括老师也是包括老师运用到 AI 可能就到这儿，对不对像甚至有一些学生是连 ChatGPT 都不用，直接问老师常常老师收到很多留言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其实现在真的很方便，你丢到 ChatGPT 马上就可以得到很完整的回答。所以我觉得 AI 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对。然后我在这里想给大家推荐一个很好的工具，就是这里呢是我平时会用到的嘛，我分了几类像这个就是大家平时都会用到的大模型，然后前面的是美国的，对吧？后面2个是我们自己的，是国内的，然后还有豆包Kimi 这些都是中国的，然后是这个 Google AI Studio 加上 Cursor 还有 Cloud 它是编程的那种，这个可能大家就不会用到太多，比较深入一点。对，但这个也是谷歌的，我会推荐大家用这个叫 Notebook LM。你用它做什么？我用它，我会也是会整理我的教学的材料，2一个是自己学习的时候可以用到这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Notebook LM。没有我给你们展示一下就是这个，比如说这个是我准备今天咱们采访那个话题，对吧？然后我就是把我的一些想法材料我丢进去了，丢进去以后，它就很迅速的给你整理是什么，就大概它给你一个，对，它从你的这些材料里面去摘取一些最重要的内容，对吧？然后最厉害的是它右边这些。其实谷歌他们也是更新了新的功能，以前它就只有这最开始好像就这一个，然后后来有了 video，然后后来慢慢就是这些出来了，然后这些其实对学生和老师都非常有用，因为你看它这有 flashcards，有 quiz，还有 quiz， 对吧？对，然后这个其实如果你丢给他的是学习的材料。那这个就是 flashcard，就是词汇，就是那个练词汇的嘛。然后还有一些根据材料它会生成的一些 quiz，但是我这个没有生成这个你所有生成的这个东西它都会在这下面呈现出来。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厉害的是什么？就是它的这个 audio，它是生成一个播客，就是你们小心一点要被取代了。大叔中文要剪掉要被这个这个我到第一次看到很有意思。对，什么类型的播客？就他写的呀，就是这个佩佩的主题吧，就是他输进去的这个，做成很自然的说话的播客是吗？这个谷歌的这个我觉得还行，但它没有国内的一个做得好。就它英文的很好，但是中文它有就是说话还是自然，但是有的时候它有一些音还是不太准，就是多音字或者有些声调还是会有些问题，但是整体它的表达是很流畅的。而且它是真的会跟你丢给他的这个话题是相关的，对，他不会乱说，而且他经常因为他是一个播客嘛，对吧？就是基本上是一男一女这样的，有问答呀，就好像2个人在聊天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之前利用它去做我的一些材料嘛，就是教学的内容，特别是中高级的学生，我会用它就是生成一个播客，那也会作为给他们的学习任务。就是让他们在学这课之前或者学这课之后，你再去听他们这个播客，因为这个播客会跟我们学的这个内容有关，而且会用到
这个材料里面的一些新的词和表达，他们还挺喜欢的这种方式的。这感觉因为是很好用啊，这个，对对，很好用，这个很洋气耶，哇，对呀。以后会不会就是把整个大叔所有的往期视频扔到 AI 里边，然后他帮我们做吧成字卡，帮我们做成考题，然后做成音频，对不对？很方便哦。对，我觉得这个自学会比较好，自学语言感觉应该很好用。对，这个挺好用的，就是大家如果收看我们这是免费的还是付费的呀？这个是。现在这2个功能好像是要收费，或者是你如果免费的话，因为它前2个星期更新以后就用的人太多了，因为这2个效果太好了，就是它一下子那个量太大了，所以他们Slide Deck 就变成了slide 吗？我一会儿给你们看，我这不是生成了这个吗？我给你们看一下。好的。对，然后它就是现在因为我现在升级的是 Pro 了，所以我现在是能用的。但是如果你现在是一个免费的这个账号的话，可能这2个是灰的，你现在用不了。但是前面这些是可以用的。好的。对。然后这个是什么呢？给你们看一下，它就是根据我的这个材料，它生成了这些内容。对，然后稍稍有一点小问题，就是它的中文的字还是有时候会有一点，你看，比如说这个细微深刻，对吧？对，还是有一点点小问题，但是它已经比之前好很多了。以前那个 Gemini 谷歌他们的那个中文是完全就跟乱码一样。对，是的。对，现在已经好很多了，但你看这个就没有什么问题，对吧？它就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如果它生成那个字问题特别大，你就让它再生成一次。它现在有的时候就是对，有点不稳定。但是跟以前但是已经很精美了，对，这排版我觉得对这个我们自己做要花多少时间呢？对呀，你看他这东西都是他自己画出来的。对呀，这个我们自己做可能都没有他做的好。是的，就很自己都得找多少东西啊，说实话，麻烦死了。对，哇，那这个 AI 做一下就出来了，真的。这个叫做 Notebook Notebook LM。茶叔被种草了。我也被种草了，一会儿要试一下。我觉得我有很多东西用这个我会更省茶叔直播时间，直播要用很多。对，那个直播的东西一下他可能就帮我做出来了。对这个材料我喜欢，我已经把它抄下来了。大叔中文变成佩佩工作坊了，现在佩佩就被我们种草了。这期1个月以后改成收费的啊，干货满满，到时候设成收费视频，放到你们会员的那个频道里。对，哇，这干货太棒了。对，然后这个就是一个例子啊，然后如果你们想看这个，好多都是我之前就这些其实都是我的你看这个是我看那个小林说是 YouTube 上面的一个财经的博主，对吧？我会用它就是学习一些东西，然后这些都是我做的跟我的材料有关的，然后给你们看一个准备好那个吃惊的表情啊，让你们看一看。好来。但是在看之前，我想知道你给了 AI 什么？你的这个你喂给 AI 什么？只有给文件还是文件？这个文件是什么文件呢？里边就还是我的教学的材料。它就是基本的内容永远是这个教学材料的文本或者是对话，然后再加上词汇、语法点、练习题，然后还有一些可能思考题，对吧？因为我上课的时候会有一些跟学生互动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包括在这个材料里，然后他就会根据。当然，你让它生成这个 slide 的时候，你也可以给它 instruction， 比如说这个，你看它怎么就生成 Zootopia 了呢？对，就是因为我告诉他，你告诉他，对，我说我要用 Zootopia 这个主题做一个 slide，你用 Zootopia 里面的这些角色为我生成这样的一个主题的，而且用的都是正版的呀，就是不是说他瞎画的，就是他真的去找到。而且最让我觉得什么，我没想到的是，因为你看。
这个材料是一个关于 MBTI 的一个话题嘛，对吧？对，它就是很好的结合到了这个主题当中，好像很侦探、很悬疑的那种。就是你喂给他的时候没有说要这个侦探的这个主题，对，也就是他自己能理解，他自己分析出来，他自己把这两者，对，你看这个地方还有志同道合痛的朋友伙伴。对，不过还是小瑕疵还是有，还是自己要再去看一下。对，所以还是会有一些小问题，但是整体上整体太惊艳了，整体上整个 layout 是太神奇了。对呀，对，你像这些为什么他画出来这些都是我那个材料里面的词汇就是这个他做的我特别喜欢，然后他还把他们探案的一些东西，对，你看，而且你看这个角色对吧？角色上面的好配呀，匹配对选的人物，他这个太棒了，而且这个学生看的图也会觉得可以跟文字做搭配，对啊，学习会很有效率。然后我最喜欢的是这张，因为这个也是我那个材料里面它的一个观点，就是说你不能只看这4个字母，对吧？就是每个人其实他都是更复杂、更多面的。刻板印象这个图片它配的太好了吧？对吧？我想哇，我当时看到的时候都惊了就关键这些图是他自己生成，他不是调用原来的。我跟你说，他是根据这个动画片，但是他很好的理解了那个配的他最初的原始的文件，对。哇，我觉得太牛了！这个如果你请美工人员做，他不可能做出这么有组织的东西。就是如果佩告诉一个人我要一个大概这个意思，我觉得做不出来一样的效果。工具箱，我天！哇，这个真的太奇妙了吧！居然有这种工具，哇！而且他会用一些可能比较风趣幽默的口吻来做整个材料，这样。那这么看，我又觉得 AI 能取代人类了。你找一个专业的人去做，你告诉他你要什么，我觉得绝对做不出来这种效果，或者你要花很多钱。对，对，哇，这个工具我一定要去试试看。我也是。哇，这个真的太有意思了。我觉得我们在利用 AI 方面还有很大的空间，还可以再多多的去把它运用到我们的教学上啊。对，那我觉得我们现在要聊一个重要的话题了，就是这也是算中文老师一直会问自己的话题啦，就是 AI 到底会不会去对 AI， 因为 AI 一定会进步的很快很快，日新月异。那我们中文会不会取代中文老师？到底会不会哦？这是我们忧虑的问题哦。好，那我们三叔先简单讲一下好了啊。Ben叔，你觉得Ben叔很容易被取代吧？当然不会。我觉得会取代那个只是用教材去教书的老师啊，就是你大概看一下他怎么上课，然后知道他上课的流程，就很容易复制这样的老师，我觉得容易被取代啊。但是如果是真的用心的老师，我觉得取代不了。第一就是这种真人的互动，这个没办法取代。老师跟一个学生上课，这个老师会知道这个学生他哪里经常会卡住，然后看这个学生的微表情的变化，你可以知道他是不是现在遇到了困难，然后你可以去帮助他。还有现在学习语言，我觉得是一个挺孤独的，而且很长期的一个过程，所以有的学生也需要这个老师的陪伴鼓励，就是对啊，一直有一个老师在那儿跟着他一起学习。我觉得还有就是老师能跟这个学生有这种有意义的对话，就是你跟老师说你知道老师的故事是真实的，是他有自己个人的经历。那你跟 AI 的话，你会觉得 AI 说的东西可能就是为了迎合这个学生。AI 我觉得最好现在还是一个这个对好的老师来说是一个这种辅助教学的作用，加分的工具。对。好，那
参书会不会被取代？其实我和笨叔我觉得想法差不了太多，因为我觉得基本上中文老师的几个点都在这里嘛。首先就是做比如说私教课啊或者小班课等等，因为这种氛围感和连接感肯定 AI 是很难做到，因为人都是这样，他会寻求这些东西。像笨叔说，在学习的过程中本来就是很孤独的，你可能就喜欢这种氛围。这个时候你和 AI 其实你知道它不是真的，它也很难真正提供给你这种情绪的价值。这方面我是觉得是很难取代的。当然刚才佩佩也说这个比如说播客之类的，我觉得播客我们其实也不纯粹只是提供一种语言材料而已，我们就是在提供一些情绪的价值。我们中老师他不是简单的只是一个教学者，我们只是说在这个茫茫的中文教学世界，大家在找一些材料的时候发现，诶，这三个老男人还挺有意思的，观点还挺好玩的，长得虽然丑一点，但是诶，好像说起来挺有意思。而且每个星期只有你丑，就是诶，当个这个挺好玩的东西看一看啊，就是下班的时候在路上听一听，我觉得这方面我觉得很难被取代，就是我们的人的这种感觉，我觉得很难被 AI 取代。AI 当然它会日新月异，越来越厉害，肯定就是让你学习语言会越来越轻松，这是没有问题的。但人真正被取代，我觉得还是挺难的，我是这样想。对，其实我也觉得，因为像我的频道是做直播课嘛 ，AI 是没办法做直播课吧，对不对？可以啊，然后很多可以做。怎么？我的意思是说，当学生知道他在跟 AI 讲话，当他知道是跟理查老师讲话，他肯定是有完全不同的心理反应。所以我觉得至少在现阶段，我觉得我做的频道直播课这种东西是没有办法被取代，因为学生是享受课堂上的感觉，课堂那种大家同学们都在的那种很温暖的气氛，一起学中文那种感受，我觉得 AI 没办法做到这个。但是的确像佩佩老师说的， AI 的确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加分跟省时间的一个项目，就是我用 AI 可以真的省很多备课的时间，这个真的是很棒。然后像我的私教课，我刚刚就是说 AI 没办法取代我的原因，就是说我的私教课大部分都年纪很大的学生，他们也不可能用 AI 嘛，所以我们总会有一些学生族群是需要老师的，因为他可能没有办法去学习 AI。对，那佩佩老师你觉得呢？我觉得他当然不能取代有人格魅力和有很高能力的老师，就是他会取代一些很普通的那些老师，就是如果他上课没有特点，对吧？他的课不吸引学生，那当然学生不想跟这样的老师学习。那如果这个老师他本身首先他自己的能力是过硬的，然后再加上他有自己的独特的这种人格魅力在的话，我觉得你不用担心 AI 被取代，但是我觉得还是要了解和学习 AI。就是如果你真的，对吧？就是我觉得不管是你是中文老师还是什么其他的行业，我觉得你至少都要去至少了解一下 AI。可能你会觉得它离我挺远的，我的工作生活可能用不到它，但这个你想从 AI 开始就是 ChatGPT 开始到现在才几年，一下就是它现在进化的，进化的多快，你哪能你再想想，再过2-3年、5年以后，你可能想象不到会变成什么样子，对吧？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一个 AI 的时代，那就像智能手机刚刚开始的时候，你也得学习怎么用智能手机。对吧？你 AI 现在进入了这个 AI 的时代，你就是得去了解和学习它。就是它可能不会说，那我是不是就得用 AI 做个什么东西？那倒不一定说我就得用 AI 做个产品出来，对吧？但是如果你需要它的时候，你得知道你怎么去用它。对，就像刚才说的，我觉得就是会 AI 的老师会取代不会 AI 的老师，不会 AI 的老师就是佩佩会取代背书的意思，就是不会 AI 的老师就是那个非智能的手机，会 AI 的老师就是智能手机，就是你去佩佩老师的课堂，你看到他所有的这个课件啊，对啊，这个 AI 做的这些产品，你就有不一样的学习体验呢，你肯定会想再回来跟这个
有会 AI 的、懂 AI 的老师继续上课。对，是的，就这个时代真的进步的很快了。那如果你一开始就不打算学习，那最终这个 AI 的进步一定会超乎你的想象，到最后有可能你会被时代淘汰。所以真的，我们如果工作上用得到，生活上用得到，及早去学这个东西是我们不需要很厉害，但是我们去试着接受它、接纳它，我觉得是很好的。今天这个佩佩分享这个，我觉得非常的，我已经被种草了，我们已经被种草了，对对，好多人要抄下来，因为这个视频到时候变成收费视频哦，这个我赶快把重要的东西把它抄下来。我觉得佩佩好像还有一个结语，是不是？他好像有一个最后想跟学习者说的话，是不是？对，我觉得我们好像有点，刚才好像更多是站在老师的角度在说，但是学生的话，是不是能有给他们一些启发，就是让他们自己对平时可以怎么用 AI，对吧？当然，刚才那个 Notebook LM 我推荐大家可以去真的用起来的，就是这个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这个 Notebook LM 你都可以用起来的。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大家在用 ChatGPT、Gemini 这种大模型的时候，就不要只是说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回答，对吧？你可以给他一些就是更有针对性的，因为 AI 最大的一个优势是什么？现在它可以做到非常个性化，就是完全定制，然后它会完全理解你，尤其是当你就是总是问他一些问题，或者是你跟他说话的语气什么的，他就会理解你，他会理解你这个上下文，因为你跟他说的那些东西，他就是都记录着呢，现在都有这个功能。然后你再去问他的时候，他就能给你生成非常定制化的一些学习的反馈啊，或者一些练习题呀。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 prompt，你给他什么样的 prompt，对吧？对，我有一个学生，他用 ChatGPT，然后他让因为现在有语音聊天了嘛，他就是给了这个指令，给了这个 ChatGPT 一个人设，然后有时候他会就是你可以照下来一个就是照片，他就是说我现在在这个场景，然后你可不可以描述一下这个场景，然后或者是照一个人，他说你给我介绍一下这个人，你看到的这个人你怎么描述他？所以他会跟这个 ChatGPT 一边走路一边聊天，然后就一直去学习，然后还可以选，好像还可以选声音什么的，然后就可以对啊做到更个性化。对，这个就算是已经就用起来了，对吧？但是其实它还有很多场景可以帮助我们，比如说我马上要去中国旅行了，那我可能就是我那个马上去练习一下可能常见这些场景，比如说我要在一个什么景点买票了，对吧？我要问什么路了。我要买什么东西了，你就可以紧急的，然后就是跟 AI 去练习一下，然后让它给你提供一些常用的词汇，对吧？这个你要制造这个场景，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你就是平时做的中文的作业，你可以把你的出的问题都丢给他，然后让他给你整理出来，让他给你分析，看看，哎，你是不是总在某一个语法点上出错，或者是你这几个词好像就是一直混淆，他就会分析你做错的这些东西，然后给你一个就是更高效的去帮你针对性的提高你的弱项的这样的练习。对，我觉得 AI 其实也可以去分析，就像刚刚佩佩说的，分析你学习的弱项是什么，或者去分析你学习上有缺失什么地方。我觉得给 AI 足够的数据，它是可以帮你分析出来的。因为我们学习就是希望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你如果学习的很用心，但是你是走在不对的道路上，你可能学习效率没那么好。所以我觉得 AI 也可以去分析一个人学习的他的方式有什么需要改善的。好，OK，所以这个我觉得不管是老师或学生 AI 都用起来我觉得AI 真的是有一个无限可能的工具，只要你想到什么你就去试试看，然后在尝试的过程中你会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法，每个人使用 AI 的方法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棒。好，那这个今天佩佩我觉得今天干货满满这一集这个
大家一定要这个好好的看，好好的这个抄笔记啊，然后真正的去用 AI 啊。我们没有收那个 AI 的广告费啊，我们是真的诚心的没有啊，没有，我们是真心诚心的觉得现在是 AI 的时代，真的，对。灿叔，你刚刚说，我以为你要讲一大篇，没有，结果你就说真的，我好久没说话了，我得发个声，发个声。等一下你再不讲话，人家以为你是 AI 灿叔啊！我已经讲了很多话了，这集真是。对，好。最后我还有一个福利啊，就是我做了一个可能会对大家有用的，就是学生们有用的。然后就是这个东西，可以看一看，就是这一期播出以后，大家想不想要？然后我是整理出来了10几个吧，就是不同类型的。然后大家想要的话，我到时候大家可以用上的 prompt 是不是？对，这个是要去 Real Talk Mandarin 下载吗？下载。到时候播出的时候看看怎么弄吧。然后比如说就是大家留个言，下面有个链接之类的。好，对，我可以把我也可以啊，留个言也可以，留个言才可以得到，也可以。对，增加互动嘛，给你们增加一点流量。对，哪有这么简单的放着让你们去下载？哪有对你们那么好的？不行，你们得做点事情。对，因为它是针对不同的类型的，对，就是这平时都可以用起来。对，我觉得一个新职业诞生了，就是教大家怎么用 AI 和教 AI 的指令这些。指令很重要，是有，现在这个指令很重要，非常重要，对，好 ，OK， 那这个也是干货了啊。那今天大家听这集视频绝对是满载而归，干货拿不完啊。那需要刚刚佩佩那个资料的同学啊，底下留言，或者是底下说写我要，我要，然后就可以得到。对，好，那这个今天感谢佩佩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丰富，而且对我们很有帮助的这个材料，不管对老师对学生都非常有帮助。好，那今天就谢谢佩佩老师喽。我们下一期再请下一集再请佩佩老师来教我们更多东西，这个真的很棒，我很喜欢好，所以要找佩佩老师上课的同学就去 realtalkmandarin.com，对不对？对，对，可以，因为我也有一些就是大家自学的材料啊，你们也可以在我的网站上看到。好的，对，大家去这个佩佩老师的网站去看，非常多这个学习的材料，很棒的。好，那么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啦，谢谢佩佩老师，我们下一期谢谢大叔们，再见喽，我们下次再见，大家再见，拜拜。拜拜。